嗨，我前几天在我的 IG 限动上问知友们有没有特别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，然后就收到了不少回复。可能就说想要看我平常会使用的一些编织小工具，也有人想要看就是我最近买的东西的开箱。我想说这个主题应该会蛮有趣的，因为我确实还蛮多就是手作相关的小物。不管是手作的材料啊，或是工具，或甚至是别人的手作作品，只要是我觉得喜欢，然后又可以负担的话呢，我通常都一定会尽全力的支持，所以就不知不觉累积了很多有的没的。那我今天呢，就特别整理出了我平常在编织的时候会喜欢用的一些小东西，然后另外有一些跟编织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就是我最近呢购买到，然后特别喜欢的一些小确幸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第一个，我想要先给大家看我的工具包。这个工具包是我跟 Woolen Flower 购买的。那它当时是使用一些就是不要的Harris Tweed 的布料呢，去把它车成一个各式各样的包。也是因为这个包包让我开始喜欢 Harris Tweed 这个来自苏格兰的布料，因为我看我这个包包已经用了差不多快6年了。它完全都没有起毛球，也没有线头啊、脱线啊，整个布料还是非常硬挺，形状都还是非常好。所以我的工具包呢，一直都是它，都没有换过。因为里面太乱了，我没有办法直接让你们看里面，所以我要把我想给你们看的东西拿出来。但第一个我想介绍的是我最喜欢用的卷尺。这个卷尺是我也是差不多5-6年前去东京的时候啊，在那个毛线店 Walnut 买的。然后这个上面就是有一只他们店的那个小松鼠，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按钮可以把线收回去。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基本款的卷尺啦。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卷尺？我不知道在其他人家里怎么样，但是在我们家呢，这个卷尺似乎就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小朋友们特别爱它。他们都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呢，把我的卷尺拿走，然后这样疯狂拉，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收起来，就这样子，然后玩100次。他们也玩到不知道丢到哪里去，所以我就要到处找它。那因为它是黄色，所以我特别好找，就常常在沙发的缝缝啊，或是小朋友的玩具桶里面，然后就看到黄色，一眼就看到，然后就很好找回来。它目前已经从我的这个工具包里面大概消失了，应该有10次以上，那都有平安的回到我手中。下一个呢是记号圈，这么多年来记号圈也是买了很多，因为我觉得记号圈比较像消耗品，可能就是有时候会不见，或是说如果你有很多正在做的作品，每一个都要好多记号圈的话，它其实很快就用完了。我的记号圈呢有贵的也有便宜的，贵的就是比如说之前那个 Coco Knits 有出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彩色的回纹针式的，然后也有那种就是一般手艺材料行就有卖的这种塑胶的。还有这个就是我的朋友Zoe，他知道我喜欢矿石，所以他就用了萤石做一个记号圈给我。这我目前都还舍不得用，就是放着这样子，放着收集起来，很可爱。所以记号圈我没有特别喜欢用哪一个牌子，或是一定要怎么样的形式，就是看当下的那个编织作品会需要什么样的记号圈，不一定要贵的，或甚至其实也可以自己做。就是如果你把不要的线呢绑成一个，就打一个结变成一个小圈圈，那也可以当做记号圈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用得很随性。再来啊，就是我很喜欢，我最喜欢的一个编织缝针的组合，就是这个 Tulip 的组合。然后它正面是长这样，然后它打开来就是有一些都是这种大头针。然后其实呢，里面有大概2只都不是本来的，本来可能只有这样子。然后我自己又把我其他的大头针都放进去。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它上下这边跟上面都有吸铁。金属小工具就是很容易不见嘛，那你可能做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可以先暂时把它吸在这个表面或是背面都可以吸，整东西就比较不容易不见。那像我有这种金属线剪啊，
但因为这种现剪的那种塑胶套子，通常很快就破掉了，所以很容易就是放在包包里，然后刺到手什么的。我现在收纳就是直接把它就是跟着这个系在上面，然后就盖起来了。这样子我在我的工具包里面翻东西的时候呢，就不会被剪刀刺到。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商品。那接下来就是我最近常常用的轮针的组合。从我开始编织到现在，差不多买了4组轮针。我手上的这个巧姑的呢，是我最新的一组。然后这一组里面它总共有好像是14副这个针，然后它这个材质是那个什么，叫碳纤维吗？还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忘了。但反正它就是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用的材质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这种，除了很好、很滑顺，然后很轻，然后也够硬，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材质。这个除了轮针以外呢，它还有附小工具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些记号圈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尺啊、剪刀啊、卷尺也有附，但这些我都用不到，因为我都已经有自己习惯使用了，所以就是放着就当备用这样子。那巧姑他们家的连接线那个 cable 做的特别好，因为很多连接线他们都会卷起来，所以你在编织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麻烦。但他们家的连接线都是顺的，都是直的，所以在用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你不会织到一半，然后衣服就是卷起来，有点麻烦。这个组合它里面有附2种，一个是我刚刚拿红色，另外一个是这种金属的。但我觉得比较起来，金属的它的这个接头就稍微比较卡一点，然后红色的比较不会卡，所以我目前我用这组的时候，我都会选择用红色的连接线。但也因为这样子，我觉得我连接线有点不够，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应该会再补买一些这个红色的。那这个组合说真的，我觉得它不便宜，它在台湾定价差不多是9000多到1万出的这个价位，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有预算的话，能够收藏一组这样子的轮针是也蛮不错。但是如果没有预算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单买巧姑他们一般的轮针，我觉得就非常好用。像我自己就有他们大概10副他们家的轮针，然后像是轮针的话，我觉得像嗨呀也非常好用，因为这2个品牌都是比较尖头一点，比如说针对像要做麻花或是蕾丝这种类型的作品的时候呢，都会非常的好用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些小配饰方面的。小配饰我今天就准备了扣子。那其实，在扣子上，我个人的品味就偏比较保守一点，我就喜欢很简单，然后圆形的扣子。我比较少会买一些像比较有造型的金属扣那种的，因为我不太会搭配。那我就觉得圆形其实就是最简单，然后也不会错的。那像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上次在秘密市集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陶艺家的摊位，然后这是他自己做的扣子，就跟他买了一些造型很简单的扣子。然后另外这个已经被我用了几颗，它叫 Favor Valley 的这个鹿角扣，这是以前我跟 Tomo 买的，现在已经卖完了。然后我上一件那个外套作品就有用到这个扣子。这个扣子它是驯鹿他们在那个交配期过后，好像他们的脚就是会脱落，脱落之后就是他们把它采集起来，然后做切割，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像这样子的扣子。然后再来是我上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啊，去逛那个 Mina Perhonen， 就是芥川名的店他们店很有趣，就是常常卖到架上都是空的，然后他的店就是可能一个层架上可能只有2样商品之类，就是他们东西很容易被抢完，很厉害。然后我就不知道要买什么，我就买了花，刺绣的花花，但它也只剩下3颗，所以我就买了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干嘛，我只是就想买个什么。可能之后我可以做一些黑色的外套，然后把它放在领口或是袖口，就是蛮可爱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，但就是我一个小小的纪念品。
接下来是这个小盒子，这个小盒子是我上次买马卡龙的时候加购的。这个其实我还蛮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铁盒，那因为它们很可爱，然后再加上也可以当做收纳使用。然后像这个铁盒呢，我就会拿来放一些刺绣的线。是我上次在巴黎的时候逛的这个绣线的专门店，买了一些蚕丝的绣线。那我就会用这种绣线来缝我的扣子，因为这样缝起来呢质感特别好。然后像这一系列都还有这种金属光泽的，还有蓝色，反正很多啦。就是这是 Lily Coco 的呢，我就会收在像这样子的铁盒里面。因为像我们编织的人，就是有时候手上同时会有好几个作品在进行中，所以收纳袋对我们来说就是很重要。那我今天准备的是我最近最喜欢也最常用的几个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我在伦敦的 VMA Museum 买的。那我买的这一款呢，是他们使用画家 William Morris 他一系列的这个花卉图案做成的。它旁边就长这样。我是很少会在博物馆的那个商店买东西的人，因为我都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卖给观光客啊，或是比较没有那么实用。但我看到这个袋子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它设计得很好看，而且是一个很实用的产品，也有它的艺术跟历史意义在，所以就把它买了下来。而且我本来还是已经离开了博物馆，然后又走回去买。然后再来是这个袋子，这个袋子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办的这个编织市集，叫做秘密市集。我手上的这个呢，是我们去年的时候请插画家 Lily 帮我们画的一个图案。然后那个图案上面是一只羊驼跟一只骆马，人在月光下小酌，然后编织聊天，就是一个很愉快的氛围这样子。那就是我们想要大家来市集的时候呢，能感受到的气氛。这个袋子我们把它做有拉链的，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编织作品放在里面，然后可以拉链拉起来，然后再放在自己的购物袋啊，或是包包里面都很方便。这也是我最近很常用的一个袋子。再来是台湾编织圈里面很多人应该都有的这个温度包。温度包是 Vivian 的品牌，然后它长这样子，很可爱的一个小 logo。那Vivian它设计了一款叫做温度包的，专门就是针对编织的人设计的一个袋子。那它那袋子其实有点像我刚刚拿的这种款式，就是它会有一个拉链，然后还有一个手提把，因为它是设计成你可以把内袋里面放了你的编织之后呢，然后再塞到那个外袋里面，然后拉链拉起来可以带出门。但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内袋，因为它内袋也有附这个小手提把。那像我在工作室或是家里编织的时候，我就会东放一个西放一个，然后随时拿来织。那它这内袋就用这种磁吸式扣子，开关关都很方便，单手就可以开，然后我就会这样子随便塞啊，塞好多个。然后像这个内袋呢，我自己大概就有3个还是4个。我现在身边还有一个红色的。红色的也是很可爱，所以温度包跟温度包的内袋都是我很喜欢的。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我最近很常用也很常被问的欧根纱的袋子。这个品牌叫做 Bridget Tanaka， 她是一位法国女生跟一位日本女生2个人一起创立的品牌。然后他们就会有在上面有一些很可爱的刺绣啊，比如说像我这一款呢，就是一个花，然后他故意在外面做一个好像一个盆栽的口袋，可以放东西。然后另外它也有其他主题，比如说像是食物类的啊，或是动物类的，或是针线组合的花样在外面。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品牌是我之前去日本逛街逛到很喜欢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，然后就直接跟品牌接洽。所以顺利的话，我们务实日常在11月底左右呢，也会有这些包包，欢迎大家到时候再来我的官网看看。
好，那刚刚介绍完跟编织有关的小物，现在要来看一下我最近买的，然后虽然跟编织比较没有关系，但我觉得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会让我很开心的小物。第一个就是这个小小的陶艺作品，它是我上周跟我女儿去台北的在花博的那个矿石展的时候看到的。我自己当天是没有买到矿，但是就看到了这个很可爱的小作品。那老板说他们的发想是让大家可以在它的上面放一些小小的矿石，很可爱这样子。然后它是两面的，两面都有表情。然后这一面是有手，它上面做了一个小孔，这个小孔就可以拿来插线香啊，或是放植物在上面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家的边柜上的新成员。当时有跟我说，他其实是以一个什么，他其实是有一个灵感的发想，但反正我已经忘记是什么，我就觉得它很像牙齿。然后再来是应该很多人在我的 IG 限动有看到，就是我之前买的这张霍尔城堡的木头模型。最近霍尔的城堡好像重新上映了。我呢本身有看过他的小说，也有看过他的电影，两个我都很喜欢。但是以造型方面来说，我更喜欢宫崎骏发想出来的这个奇奇怪怪的造型，它有点像鱼，又有点像青蛙，又有点像鸟。那它这款是吉普力跟这个木头模型公司叫 Kigumi 一起合作的一个商品，全部都是用木头，然后雷射雕刻成一小格一小格的那个零件，然后你要自己组装。我会买这个呢，除了是因为我很喜欢霍尔的城堡，也觉得它做得很漂亮以外，主要是因为如果以编织为工作的话，有时候会有点倦怠，但又不习惯手上没有事情做，所以我就求我先生买这个送给我，当做情人节礼物。我就深夜的时候，如果我觉得编织太累了，我就会花点时间拼一点，总共大概拼了10几天才完成。这个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是全木头原木色。那我这个是已经有上色的。那像这个其实是可以打开，但我把它粘死，因为我怕小朋友乱动。但是呢，你看它这个头是可以摇。那其实你可以从这边放东西进去，然后它会从舌头吐出来。然后它现在也是放在我们家的边柜，我就每天走过去会欣赏它一下，可爱吧？然后再来是一个大圆盘，这个圆盘是我上次去逛 IKEA 的时候看到的，是999元。但是有一天呢，我去的时候发现，在那个就是折扣商品区有一个，这个是展示的，然后展示的这个特价700元，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因为我想到之后呢，我们要办市集的时候，可以用这个大托盘来放毛线，所以大家年底来秘密市集的时候呢，应该就会看到我用它来陈列最新的毛线。最后就是我近期买的一瓶香水，它是 Perfumer Edge， 这个来自英国的品牌。然后我买的这一瓶叫做 Ink， 是属于比较木质调，有一些像是雪松啊、岩兰草啊、紫砂草，它闻起来是有点那种烟熏的感觉，然后比较中性，然后有点慵懒。那我也很喜欢他们家的包装。它没有附袋子，也没有盒子，它就是直接给我一个羊毛毡的手拿袋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深深的打中我的喜好，就是一个羊毛毡，然后里面用纸包着你的香水，然后我就可以把它这样子绑起来。我其实还蛮喜欢买香水的，虽然我不是什么香水专家，也不太懂，但就特别喜欢买香水。大家也知道说，味道就是一个最能够帮助记忆的东西，所以常常呢，我在做一件织物的时候，那段时间我就会喷同一款香水。那以后我在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，就能回想起编织的心情啊，跟那个快乐的感觉。
那今天的小东西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，未来我还可以再多做一些类似的主题，因为我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自己买的东西啊，跟喜欢的东西。那除了今天这些分享以外，在 IG 限动上我还有收到其他的知友的问题啊，或是一些主题的建议。那之后我也会把它们用在我的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